阿爹高中状元那年，阿娘却死在了嫖客身下。齐家派人来春风楼收尸，顺手把我带了回去。明珠受苦了，以后留在这里过好日子。这是明月，我的女儿，你的是妹妹吗？胡说什么？这是你以后的主子。哼，不知道和谁生的小畜生，还想认我做爹？就是，谁知道你是谁的孩子？我才不要你这样的姐姐。那是我的阿爹，我怎么可能记错？爹爹的明珠长大了，等一等，我们就可以过上好日子了。可我不明白，所谓的好日子，为什么是换一个地方继续当奴婢？爹爹，他不听话。爹爹，明珠错了，明珠愿意明月妹妹。以后这院子里只有老爷和二小姐，你要是再敢叫错，就把你丢回春风楼。以后你也不是什么明珠，你就是奴婢阿朱。知道了。当明珠的丫鬟，并没有让我的日子变好一些。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使唤我，从清洗衣物到扫院子里的落叶，只要有一处做得不够好，就会招来辱骂和棍棒拨打。把这些衣服洗完，别想偷懒。我一定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常年营养不良的我，五官逐渐长开，水波眸，樱桃唇，任谁都会多瞄上两眼，这让相貌越长越普通的齐明月异常不爽。你这个下贱胚子，凭什么长着这样一张脸来勾引人？我要划烂你这张脸，看你还拿什么狐媚子样见人！住手！整天打打闹闹，成何体统？都给我进来！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做杂役了，你去做二小姐的伴读。记住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以后你要用自己的生命护着明月。娘，凭什么让她当我的伴读？你听着便是，我自有安排。奴婢的命是夫人给的，奴婢一定竭尽全力护着二小姐。大夫人安排我当齐明月的伴读之后，还专门请了人教我琴棋书画。只是琴学的是靡靡之音，书读的是风月禁书，画看的是春宫图。这琴弹的是越来越有风情了，真可谓是天赋异禀。天赋？当然有天赋。我出生在春风楼，自幼耳熟目染，看尽了那些风月手段，想不懂都有些困难。学得很快，你果然和你那个青楼娘亲一样，是个下贱胚子。好好学吧。骂吧，尽情的骂吧。许久没有人这样夸过我。在齐明月的眼里，我不过是一个依附他生存的卑贱奴隶。我不配学习，更不配得到任何人的赞赏。在学堂里，他总是想尽办法让我出丑。孺子可教也。她一个奴女，也配夫子的夸奖？今日课业到此为止，各自散去。阿朱，留步。阿朱，你给我等着，定要你好看。夫子找我何事？你很聪明，这个送你。谢谢夫子。阿朱，你个贱婢躲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是陪我来读书的，还是来勾引男人的？二小姐息怒，奴婢没有。你也被太花，你这种小野种，就只配烂在泥里。这样的破烂才适合你，捡起来带着吧。
起来做什么？给我好好跪在这里，让来往的学子都瞧瞧，什么叫做残花败柳配贱人。你看那丫鬟头上戴的什么破烂玩意儿？听说那是齐家那个不要脸的家继生的女儿，果然浑身透着一股子穷酸和下贱。三皇子，那个传闻中1个月屠了800多人的火焰王。本王有这么恐怖，让你吓成这副德行？你是齐明月身边那个伴读？美则美矣，毫无灵魂，不过是一具任人践踏的空壳。受到不公就要学会反抗，自身软弱就要学会借力打力。如果你只会像一条狗一样臣服和退让，那就不要怪别人不把你当人看。我不想当狗，我想活下去，我想逃出齐家那个吃人的电狱，抓住他，求三皇子殿下庇佑。和本王做交易可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你这条贱命拿什么来换？只要能帮阿朱离开齐府，三皇子殿下让阿朱做什么都可以，做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如果本王说让你去勾引和你妹妹定了亲的当朝太子，你也答应吗？他怎么会知道我在齐家只是个见不得光的耻辱？他竟然查过我。本王不仅能将你从齐府救出来，还能告诉你，当年红极一时的花魁顾清婉，也就是你的亲生母亲，究竟是怎么死的。母亲果然是被人害死的。阿朱答应，只要能查明真相，阿朱愿意听从三皇子殿下的所有安排。那就让本王看看你到底有几分本事。本王从不帮无用之人，若真让你去勾引清心寡欲的太子，你要怎么做？展示给本王看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打算像根木头一样去勾引太子吧？原来传闻中杀人不眨眼的三皇子，动起情来也是凡人。不愧是京城第一花魁的女儿，撩人心魄简直手到擒来。若你还在春风楼，一定比你母亲还要受欢迎。果然是条养不熟的狗，惹急了就会往人脖子上咬。表面看着乖顺，骨子里却是个随时准备咬断人脖子的豺狼。你就不怕本王一怒之下杀了你？奴婢本就是一条贱命，任谁都可以随意取走，倒不如死前按自己的想法痛快一回。说起来，殿下的血还真是美味。你确实有点本事，要用到你时，我会差人提前告知。这次我的机会终于来了。不知道阿朱小姐还记不记得本王？还真是个贱骨头，见到谁都想跪。三皇子殿下尊贵无比，奴婢不敢放肆。不敢放肆？我怎么记得有人做过比现在更放肆的事情？
我现在万分确信，你娘当初为什么能惹到万人空巷了，连你这个没长开的女儿都让人欲罢不能。三殿下今日来找我，是为了履行当初的约定吗？没错，今晚你必须要在宴席结束前把太子勾引到手。用什么方法？像我之前勾引您那样吗？疼！不管用什么办法，让他对你同情。要做到什么地步？或许他对我有一丝情意，或许他不忍心看我遭受这样的折磨。能做到什么地步就做到什么地步。如果能让他同你欢好，本王再送你一个惊喜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本小姐生辰连个头面都梳不好。二小姐，阿朱那个贱人回来了，她在这里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天下留人！哎呦，我的二小姐哎，今天前园来的可都是贵客，连太子殿下都到了。您这要是打坏了人，冲撞了贵气，可怎么好？阿朱啊，别跪着了，大夫人有急事，叫你立刻去她的院子。大夫人，那个毒如蛇蝎的女人，平日里恨不得我去死，今天这种大日子找我，绝对没有好事。是，有劳嬷嬷带路。不管是大夫人还是三皇子，你们都以为我是可以随意摆布的棋子，但在地狱里挣扎了这么久，哪怕是一步死棋，今天我也要咬碎你们的喉咙。快换上，别磨蹭。今日府上可是来了许多贵客，大夫人想着让你去跳一支舞，好给大家助助兴。嬷嬷，真的只是跳一支舞？只是跳一支舞？这样的衣服，即使只穿着跳一步舞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也是极尽的羞辱。大夫人养了你这么久，你连报恩都不会吗？若是如此不识抬举，以后就不要再来大夫人院内学习了，回你的柴屋去。我不怕挨打，可我扎扎实实害怕那看似自由的日子消失，我不能回去。我跳，我跳。好。跟紧了，别给欺负丢脸。太子殿下也在，他是我今日唯一的目标，我必须让他记住。他娘就是个张开腿赚钱的花魁，他跳这种舞自然手拿把掐，他呀骨子里就贱。这才跳了一支舞，客人们都不太满意。可我刚才看客人们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刚才在台上看不太清楚，所以大夫人让你去客人面前跳。放开我！我不去！求求你们！青楼长大的贱货，装什么贞洁烈女？一个奴才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过是我齐家养的家妓罢了。家妓？原来我拼命努力学习琴棋书画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家妓。这丫头是第一次，多少会有些抗拒，还请各位大人见谅，玩得尽兴。滚开！别碰我！
当年是这样的痛苦，每一次都这样痛苦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参见太子殿下。今日的事情，姑不会告诉父皇。但若是下一次再让姑看见你们欺男霸女，一纸奏折，姑还是写得起的。殿下息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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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着他现在的样子，就像回到了以前在书院被三皇子逼迫的时候。只是我不想再被命运戏耍了，这一次我绝不能让救命稻草从眼前刀走。不用害怕，你如果有什么冤屈，尽可以告诉姑，姑会帮你的。三皇子让我用这瓶药来勾引殿下。这药效确实强劲，姑都差点着了道。既然他让你来勾引我，你为什么不做？你就这样把一切告诉姑，不怕姑盛怒之下直接杀了你？好巧，三殿下也问过和您一样的问题。哦，继续说。当时我说，我本就是贱命一条，死谁手里都一样，不如在死以前做些让我开心的事情。那给姑的回答也是这个。虽然我不知道三殿下这样做的意图，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。太子殿下刚刚不顾一切救了我，我不愿像您这样的好人陷入险境。倒是个恩怨分明的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，姑都可以给你。我原本是羞耻的，可一想到齐府这些人能随意揉捏我的命运，我就觉得哪怕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，也同没穿毫无区别。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。这些伤痕都是我在齐府受到各种惩罚留下的，有被炭烫的，也有被鞭子抽的，每一个都很疼。我没有别的愿望。三殿下曾经答应我，事成以后带我离开齐府。现在交易做不成了，不知道太子殿下能不能恩许奴婢这个愿望，带我走。那个贱婢就在这里，我亲眼看见她了，竟敢趁着人多眼杂私会情郎，还不快给我砸开门！看你们往哪里跑！阿朱，你这个贱人！这个丫头，姑很喜欢，姑要带她走。殿下明鉴，是三皇子殿下说这边有个婢女不老实，我们才来查看的。实在没想到是太子殿下您在里面歇息。哼，都说皇兄不近女色，冷静自持，怎么这还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就已经开始翻云覆雨了？三弟亲自送来的绝色美人，姑岂有不享用之理？哈哈哈哈哈！参加一次生辰宴就能抱得美人归，这趟真是不亏，多谢三弟成全了。殿下，请留步，陛下有急旨，让您立刻进宫一趟。
把他安全带回东宫，好生照看，不容有失。奴婢遵旨。阿朱姑娘，你先将这身穿着毕矣，等到了宫里，咱们再换好的。你今年几岁了？15。才15？真是一群畜生不如的东西！姑娘，以后什么都不用怕了，进了东宫的门，就没人敢再这样欺负你了。好生伺候阿朱姑娘梳洗打扮，殿下一会儿回来要见她。是。阿朱姑娘，你长得可真漂亮，简直跟天上的仙子下凡一样。齐府那帮人真不是东西，把仙子折磨成这样，真是可怜见的。以后咱们姐妹一起伺候姑娘，绝不让姑娘再受委屈。谁给你梳了这样丑的头？什么这头那头？殿下怎么出去一趟还带了这么重的伤回来？姑原以为你是个乖巧的人，怎么换了个地方，脾气就变得这么大了？上药吧。今日在齐府，姑将你瞧了个遍，你现在也将姑瞧个清楚，那我们便算是扯平了。殿下这一身伤，是因为三殿下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姑自己不顾皇家颜面，公然在齐府做越轨之事。我自小就是奴婢，一个谁都能来踩一脚的卑贱奴婢，哪里值得一国太子为了我受这样的重罚？太不值了！明明当时他可以什么都不用做。别掉眼泪了，要是真的谢谢姑，就赶紧上药。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得懂，姑这个太子做的太完美了，一个完美的太子会让帝王恐惧。三弟就算是不挑刺，姑也会把把柄送出去。不如顺水推舟，正好救个美人。你叫阿朱？是，秦明月从不叫我阿朱，他只叫我猪头、蠢猪。阿朱，朱砂，辟邪驱魔的至阳之物，算得上一个好名字。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精巧的嘴？卑贱的蠢猪到了他的嘴里，就成了辟邪驱魔的至阳之物。不过这名字是过去的，再好也不能用，不如叫赤玉，也是朱砂，听着也更好听一些。赤玉，奴婢以后就叫赤玉了。留下还是离开？如果你选择留下，姑给你一个凤仪的身份，保你性命无忧；如果离开，姑安排你假死脱身，但被找到的概率极大。离开？天地之大，哪里有我一个脖子孤女的容身之处？只有留下，只有靠近权力，我才能活下去。殿下，我选择留下。能告诉姑为什么吗？除了讨好男人的技巧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会。好，既然留下了，姑会让人教你真正的本事。多谢太子殿下。荒唐！我问你，春风二字能阻何此？你竟敢回答春风一度，有辱斯文。在下请辞。夫子息怒，他出身特殊，过去的见识难免偏颇，姑不许你请辞。这是要我的老命啊！翠儿，以后夫子授课你在边尝着，他若再胡言乱语，你便提点一二。是，殿下。足足用了3年，我才彻底摆脱过去的思考方式，也学会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事情。对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放松。殿下，我学会了。姑的良烈自然是聪慧过人的。殿下，你就让我去春猎嘛，皇上好不容易同意可以带家眷，求求了，殿下，我真的很想去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好吧，带你去。在猎场里，我再次见到了齐明月和三皇子，他们两人目光炙热，似乎能将我烧出一个洞。我没将这些放在眼里，如今的我早就不是被人恐吓，
就会跪下的奴才了，直起来的腰也绝不可能再次弯下去。齐家人和三弟都在，一切小心。殿下放心。就是他爬了太子的床，一看就不是正经人家出来的。你该不会不知道，她就是那个花魁生下的女儿吧？听说还是个瘸子呢。你敢射我！你不要命了！抱歉啊，我射偏了。贱人，你敢吓唬我！放肆！我是你的皇嫂。几年未见，阿朱的脾气和力气都变大了不少。有屁就放，别挡着我干别的事情。本王答应过你，只要你能爬上太子的床，就给你个惊喜。这里是你母亲当年的死因和足够扳倒齐府的证据。知道你很感激本王，给你个报恩的机会。想占我的便宜？好啊，我成全你。顾明珠，顾明珠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多谢三殿下的厚礼。跑啊！你怎么不跑了？害怕别人知道你和你娘一样贱吗？3年了，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依旧觉得我是那个任由他欺辱的奴婢。哼，还有2个月我就会嫁入东宫，到时候我是太子妃，你是个小小良缘，我是主，你是奴，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不如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可能还会留你一条狗命。还没有嫁进东宫，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？贱婢，找死！狼！这里怎么会有狼？救命啊！像齐明月这样的人，这么轻易就让他死，岂不是便宜了他？这！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别害怕，慢慢说。殿下，齐家2小姐在林子里遇见了2头狼。狼？他人呢？他被围攻了，被咬碎了1条胳膊。我射了2箭，但没救下他。他现在还在林子里生死未卜。来人，立刻调集1队禁军进林子搜闯。遵命。让侍女带你回去休整，别怕，顾在这里。这样的伤，即使太医妙手回春，你这辈子也是个瘸子了。齐明月，这就叫血债血偿。梁瑜若是休整好了，便来主帐一趟吧。陛下有话要亲自询问。是，妾身这就去。妾身顾赤玉，叩见陛下。梁元，你同齐府小姐遇见狼时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回皇上，我们在聊一些小女儿的家常。胡说！你如实交代当时发生了什么。若是有一点隐瞒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妾身不敢撒谎。2小姐当时说她要用鞭子抽死我这个贱婢，还要把我的脸划花。妾身害怕极了，转身想跑，结果就听到了狼的叫喊。2小姐被扑倒时，妾身忍着恐惧射了2箭，但没能射中要害。妾身没用，请陛下恕罪。陛下，你怎能听信这贱婢的一派胡言？你这是污蔑！我儿明月一向知书达理，断不可能说出这样恶毒的话。陛下，定是这贱婢蓄意谋害啊！陛下，这贱婢从前在我齐府时就心术不正，如今攀上了高枝，竟敢反咬一口谋害主子，求陛下为明月做主啊！尚书夫人，刚才你也是这么反驳本王的，怎么？难不成是我们俩联起手来，故意残害你女儿不成？若本王真想害她，何必大费周章的从狼嘴里把她拽出来，直接让她连骨头都不剩，岂不更干净？三殿下息怒，
内死爱女心切，口不择言，冲撞了殿下，微臣代他请罪。陛下，大帝是个意外，小女能在危急时刻遇见三皇子，简直是三生有幸。来日小女身体康健，微臣一定带她亲自上门谢恩。免了，举手之劳罢了。任谁也不会看着一个千金小姐命丧野兽口中。既是一场意外，便到此为止吧。尚书府的小姐受了重伤，也属无妄之灾。朕记得前些天南边进贡了一个翡翠发冠，就赐给她，全当安抚吧。微臣替小女谢主隆恩。你是太子的良缘，妾身顾赤玉。是。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，没有独自逃命，还转头射箭试图救人。虽然是个柔弱女子，倒也算是个有勇有谋的。传朕旨意，赐顾氏为太子良弟，封平安县主。良弟，县主，良弟只是名分，可县主是从此拥有了真正的品级和封地。妾身谢主隆恩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安县主，吓坏了吧？殿下，我不再是任人宰他的草芥了。姑说过，不会让你再受委屈。从今往后，你有底气自己站着了。滚！都给我滚！我是尚书府的千金，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棋子！齐二小姐，这是本王特意为你寻来的。有了她，你这没腿的废人也能下床去你想去的地方了。三殿下，我完了，我彻底完了。别急着哭，父皇已经下旨免了你和太子的婚约，下个月初3，你就要嫁进英王府，做本王的人了。三皇子在猎场上送我的那块锦书，上面说，吏部尚书齐伯山在职多年，为自己谋了不少私利，甚至还有买卖官位的事情发生。最让我震惊的是，关于我娘亲顾清婉的死因，春风楼并不是什么普通的青楼，而是右相私下接受贿赂和交易的地方。当初齐伯山用自己的花言巧语勾走了春风楼花魁顾清婉的心，顾清婉想要赎身，不再为春风楼做事。这件事让右相注意到了齐伯山，在确定他能够考上状元后，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外室女嫁给了他。至于花魁顾婉清，自然需要一个新的把柄继续操控。刚刚出生的我，就成了最好的对象。大夫人为了让齐伯山不再去春风楼，便利用自己的关系对我娘下毒，最终让她惨死在嫖客身下。原来我娘根本不是什么痴情女，齐伯山也不是什么负心汉，他从头到尾只是他们权钱交易的一颗棋子，连蝼蚁都不如的棋子。看来姑来的恰到时候。殿下，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人，是不是根本不在乎我们这些平民的死活？在你们眼里，我们只是可以随便摆弄的棋子吗？如果不在乎，当初在齐明月的生辰宴上，姑就不会救你。那只是一件事。在意不在意，都是从一件一件事做起的。修缮水坝时，铲除贪官时，随手救一个小女子也是。姑将来是一国之主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对姑来说都很重要。姑要的是海晏澄清，而不是谁的棋局。殿下，你和学堂里的夫子讲话一个样，都让人想睡一觉。那不知道在赤玉的心中，姑重要一些，还是三弟重要一些？我早就和三殿下没什么关系了，我现在是太子殿下的人。姑的人吗？确定了。殿下要留宿吗？我叫人去准备热水。不用，姑准备的礼物还没好，我们等下次。殿下，上次在猎场的事，是不是给殿下添麻烦了？若是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好，那姑这个太子也就不必再当了。殿下，我之前没有能力，也想不了太深，但现在我从三殿下那里知道了我娘惨死的真相，我要为她翻案，我要让齐家和右相付出代价，
你去做你想做的事，姑会在你的身后为你撑腰。但你要记住，3弟行事诡谲，没有章法，他给你的东西你要小心辨认，莫要成了他手里的刀。妾身明白。春风楼这个在京都屹立了10几年却长盛不衰的萧金客，究竟藏着多少肮脏的秘密？今日我定要将他8个底朝天。原来如此，他们竟敢做到这个地步！赤玉，夜深了，当心伤神。暗卫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查出什么帷幕了？殿下请看，这不是普通的青楼账本，这是一笔笔人神共愤的血债。这些女子的户籍，全都是在短时间内由良籍被强行变更成了奴籍。不止如此，殿下再看这本顺天府压下来的失踪案卷，城东布衣巷张家的女儿，城南杨树胡同李家的小妹，她们离奇失踪的时间与春风楼暗中买入新奴的时间分毫不差，而短短数月之后，她们又都在春风楼意外身亡。逼良为娼，私自买卖良家妇女，这在大清律法中是绝对不允许的死罪。可这些女子，她们原本不是奴隶啊，她们是家中受正父母宠爱的女儿，是清清白白的良家女。她们被强行掳走，变成一个可以随意买卖、任人糟蹋的物件。最后，她们连一卷破草席都不配拥有，就被像垃圾一样扔进了乱葬岗。赤羽，殿下，这世道对女子本就不公。若我今日有机会、有能力，却选择闭口不言、不发声、不揭露，那我顾赤羽和那些猪狗不如的畜生又有什么区别？姑明白了，你想怎么做？姑倾尽东宫所有的暗卫和权势，也必定护你招权，助你成事。明日清晨，我要去敲顺天府的登闻谷。我已经派人去乱葬岗寻回了17具受害女子的尸骨，我要让这烂透了的安撒氏彻底暴露在天光之下。这17具尸体中，有曾经在春风楼里偷偷给我喂过果子的姐姐，有我见过1、2面的姨姨，更多的是我从未见过也未了解过的无辜女子。今日我便要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哪里来的贱人，竟敢敲登闻谷，打扰小爷清梦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站在你面前的究竟是谁？东宫的贵人，小的有眼无珠，小的该死，这就去通报大人。这大早上的谁呀？民女阿朱，状告顺天府尹。本官当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原来是你！你一个内宅妇人，不在东宫好好伺候太子，何故抛头露面来敲着登闻谷？我也认得他，当年在齐府，齐家大夫人将我推入那群如狼似虎的男人堆里时，他就是其中笑得最猥琐的一个。不过我如今早已不在乎这些跳梁小丑。今日我来，并不是以太子内眷的身份，我是以当今陛下亲封平安县县人顾赤玉的身份，来为我的母亲顾清婉讨一个天大的说法。你母亲顾清婉死在春风楼，那都是8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。当时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她的低贱身份？你如今又拿出这桩丑闻来做什么文章？我母亲的死不是丑闻，她是被奸人蓄意陷害，无辜身亡。就算是被人故意害死的，那她也是个奴籍。按照大庆律法，杀死一个奴籍根本算不上触犯王法。你有什么可告的？说她曾经是个良籍吗？我身旁这17具尸体，曾经全都是清清白白的良籍，结果一夜之间，他们就变成了奴籍，又一夜之间，变成了从春风楼里扔出来的冰冷死兽。你们敢相信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活生生的妙龄女子就可以随便被人掳走变卖成为奴隶，一转身又到了春风楼里任人搓磨。你一介女流，见识短浅，莫要在此胡言乱语，煽动百姓。你身为京都县令，可知这10年间，京都有多少女子走失，又有多少女子无故身亡？你敢将这些卷宗全部拿出来当众看看吗？我今日要告的，不仅是我母亲的冤屈，还有当朝吏部尚书齐家大夫人。齐家大夫人外交匪患，内劫青楼，西南霸女，强行买卖良家女子，简直藐视王法。还请大人明察秋毫，彻查春风楼，将贼人捉拿归案。你手里拿的可是证据，速速呈上来。不，真正的证据是这17具女子尸首原来的名字：城东布衣巷李二丫，城南杨树胡同赵招娣，
西市铁匠之女黄小兰。小兰，这是将你救的好苦。荒唐！县令大人，他们都可以证明自己的亲人之前就是良籍。刁民，全是刁民！来人，把他们全部给我押入地牢！圣旨到！县主，陛下听闻此事在城中波及甚广，现在已将此案全权移交给了大理寺，还请县主跟着咱家入宫一趟吧。这条路，我在无数个被凌虐的黑夜里，在心里已经走过了千百遍。今日，终于到了清算的时候。平安县主，何故将事情惹得如此之大？回陛下，此事牵扯甚广，受害者大多是平民家中的无辜女儿。若不将事情闹大，让天下百姓提起警惕之心，怕是会有更多女子受害。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。我之前在齐府的人生里，这样下跪的次数还少吗？有时甚至会跪上3、4个时辰。我有足够的耐心，等这位天下之主的回应。封你为县主后，居然还让你生出了一颗爱民之心。陈幼时在那春风楼中吃过无法想象的苦头，比任何人都清楚里面的女子有多么不易。臣只是希望，在自己有能力时，能尽量帮一帮他们。你可知道，这世间并不是非黑即白，有太阳的地方就会有阴暗。若将本是黑暗的地方强行驱散了，那它必定会躲起来，藏在其他更加隐蔽的地方。他在敲打我。春风楼里全是恶人，但如果没有了春风楼，恶人就会蔓延到暗处。但我顾赤玉偏要匹夫撼树。不知陛下可曾在正午时分看过太阳？哦，阳光最烈的时候，就连那些见不得光的阴影也会被迫亮上几分。放肆！一介女子竟敢在御前大放厥词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阳光最烈，果然是个有谋识的奇女子。顾赤玉，将你手中的政务全部交给大理寺，朕已命大理寺全权彻查此事，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。无论是谁，绝不姑息。臣谢主隆恩。别打了，青天大老爷，别打了，我找，我全都找。春风楼表面寻欢作乐，背地里逼良为娼，买卖妇女，甚至贿赂朝廷命官。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说！是齐家，齐府大夫人一手掌办了所有的良籍转奴籍，至于买卖官位，那是吏部尚书齐伯善大老爷的首肯啊！我只是一条替他们办事的狗啊！证据确凿，铁案如山，齐家彻底完了。你们敢抓我！我是当朝右相的外侍女，我爹是右相，他一定会救我的！你们这些狗奴才放开我！右相大人如今自身难保，你还指望他来救你这惹事精？给我老实点！狗官，还我女儿的裤上！你们也有今天！顾明珠，是你！你这个逆女！我是你亲生父亲，你竟敢害得齐家满门抄斩，你会遭天谴的！父亲，当年你利用我娘的美貌上位，榨干她最后一点价值后，任由正妻将她毒死在春风楼时，你想过会有天谴吗？是你这个下贱的奴才设的局！大夫人，还记得你当年把我推进男人堆那天说的话吗？你说我生来就是个贱民，我就是要让你尝尝被人践踏的滋味。可现在，你这个高高在上的贵妇，马上就要被押入死牢，秋后问斩，而我是陛下亲封的平安县主，到底谁才是贱民？仔细算来，从查封春风楼到齐府抄家，短短半月时间，这100年的齐家大厦坍塌，不过在顷刻之间。娘，那些在地狱里哭泣的姐姐妹妹们，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顾明珠，是你！你这个贱人，畜生！你是来看我们笑话的吗？是啊，我就是来落井下石的。当初我娘就该将你溺死在尿
盆中，免得今日长得狼心狗肺，反咬我们一口。逆女，欺负宫女吃喝，你竟然联合外人陷害生父，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他怕什么？他不过和他那个当妓女的娘一样，都是靠男人上位的东西。15岁以前，我被你们当狗一样养在马厩里，没有学过一个正经字，没读过一本圣贤书。我不懂得什么是礼义廉耻，更不懂得是非对错。你们嘴里所谓的爬床靠男人上位，不过是我为了逃出这座吃人旗府唯一能用的手段。我利用这10几年间在泥沼里学到的一切，去换一个能堂堂正当人的机会，我有何错？皇上手谕，齐府2小姐已是3皇子妃，不在问斩名单内，即刻放人。三殿下，你再救救我父亲，他一定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这个妖女迷惑了大理寺，你救救他！她与你长得也有5分相似，收了当个替身，正好给本王暖床。本王每时每刻都在后悔，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没要了你，不然现在给本王暖床的是不是就是你啊，阿朱？打得好，阿朱，这才是你。三殿下，你又在利用我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阿朱何必这么意外？你利用我彻查春风楼，是为了斩断右相的摇钱树，让他不得不舍弃齐伯山这枚废器。可齐伯山一旦被抓，难免会咬出右相。为了保全自己，你毛遂自荐，用保下齐明月的方式向右相投诚。从你的角度来看，这比踩着我复仇上位的买卖一点都不亏。阿朱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你越是这样剔透，本王就越是舍不得放手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可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过于顺利了吗？不管是我一个女流之辈彻查春风楼，还是你能轻而易举地从皇上那里要到免死手杖，这一切的一切，仿佛是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在暗中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三皇子殿下自诩聪明绝顶，不如回去好好想一想，你在这盘棋里究竟是高高在上的执棋者，还是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棋子？我本就是为了给我娘报仇，只要齐家人死，我被谁利用都无所谓。但是你谋夺储君之位，似乎赌不起哦。你既然要护着齐明月，那就把他好好养着，他的命我迟早会亲自去取。我找道人为娘亲做了法事，寻了处山清水秀安静的地方将她下葬。别的不求，只希望以后再没有琐事叨扰娘亲。县主，殿下说今有一份特别礼物要送给您，就在寝殿里等着您呢。赤玉，到这里来。看来你今日大事已了，内心畅快。姑姑说你有礼物要给我，是什么？快拿出来让我看看。有时我也在想，大抵我是个灾星吧，不然为何刚刚记挂上一个人，就要遭受生离死别？皇帝病重，治不好，且瞒了许久。父皇，儿臣在，儿臣在。湛儿，湛儿，走近些，让朕看看你。朕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，所以总想着多做一些事情，有时太急了就会忘了分寸。让你去查右相是无奈之举。父皇，赤玉受了许多委屈。湛儿爱你敬你，你就多帮帮他。他向来太正直，所以总会被那些老狐狸的阴招坑害。
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战儿，走，今日父皇教你最后一课。金銮殿内群臣激辩，皆因皇帝病重，流言四起，疑太子谋逆。未料皇帝突然现身，震慑全场。随后大理寺卿当众揭发右相贪腐、构陷太子等罪证，人证物证俱在。皇帝顺势封率先察觉端倪的平安县主为永安郡主，又命太子持玉玺杖毙右相。而皇帝也在心愿了结后闭上双眼。这场君臣争斗终以两人同时离世落幕。赤玉，3个月了，朝堂终于稳定下来，你我也终于有了属于我们的骨血。朕这几日经常抱着你，想孩子的名字。陛下莫要太苛求了，想了许多你都不满意。依臣妾看，只要孩子平平安安便好。对，看着这傲骨腊梅，朕倒是想到了一个顶好的名字。这孩子将来定是……阿战！来人，快传太医！传太医！快传太医！朕说了，任何人都不许进来，滚出去！难道连朕的命令都不听了吗？赤玉，你干什么？快把那东西放下，别伤到你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若还是这般发疯，像个懦夫一样等死，我今天就杀了你，然后让肚子里的孩子立刻当皇帝。死在你的手中，也比这怪病一天一天折磨我要强。动手吧，给我个痛快。先帝和你一样痛苦时，也不是你这副窝囊的样子。你能不能有点帝王的威严？难道你就甘心这样不明不白的去死吗？一样痛苦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太医说的先帝年迈，你却是正值壮年，这不是天生有疾，是有人在蓄意谋害。朕还有希望回到原来的样子，对吗？对，找对方向，一定有救。没有谁是天生的帝王，我们把那个藏在暗处的人揪出来。小心！正是。你这老狗，陛下从未亏待你，你为何要给2代帝王下同样恶毒的药？解药到底在哪里？交出来！先帝，老奴这就亲自来向您谢罪了。不，线索断了。赤玉，太医！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去哪里了？孩子在，孩子在。你刚刚生产完，身上有重伤，千万不要乱动。我明明晕倒了，是怎么生下他的？你听朕慢慢说。陛下，贵妃娘娘叫不醒，便没有力气生产，不如剖开娘娘的肚子，保下皇子，再用战场的法子，用细细的羊肠线将肚子缝起来。就按这个法子，一定要保住赤玉。我倒也不怕身上多出这一道疤了。阿战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找到解药。不怪你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只要我们一家人还在一起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自从我生下孩子之后，阿战似乎又变回了之前太子时期的温柔和冷静。赤玉还在生朕的气呢。臣妾不敢。陛下如今龙体好转，听从大臣规劝，迎了几位娇嫩的新妃子进宫，臣妾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朕知道你心里不痛快，但前朝那些老家伙天天拿子嗣和后宫空虚说事，朕也是为了稳住朝局。你放心，朕连他们的面都没去见过。其实我打心底里清楚，每个帝王都会有自己的3宫6院，
我们从未许过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誓言，拥有现在的日子，已经是我的幸运了。别说傻话。对了，朕给我们的孩子取名子安，意欲一生平安顺遂。那天在梅园时，你想给孩子取的究竟是什么名字？时间太久了，朕自己都忘记了。高一，你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你的。你要是再敢对我不敬，小心你皇兄一道圣旨，将你废为庶人，贬为平民。皇兄那个废物，如今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。他已经收了好几个妃子，连看都不来看你一眼，你还指望他护着你？你要干什么？你一个皇子，何故会受这么多伤？这些都是本王为了活下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证明。放心本王，本王没有仔细生那种怪病，本王的身体强壮的很，也比皇更加年轻，更能让你快活。滚！你这个疯子！你再不滚，我立刻叫禁军。皇兄的日子不多了，咱们来日方长，总有一天你会跪着求本王的。这些疤和一样，都是小时候挨的打呢。看本王这么可怜，不如你也疼疼本王。皇兄活不久的，等他死了，本王就娶你。哎，都下去吧。赤玉，这半年来你受委屈了。臣妾不委屈，陛下为了稳固朝堂纳的都是勋贵之民，臣妾心里都明白。三弟行事难测，朕死之后你见机行事，以保全性命为重。这两样东西是最后的底牌，关键时候能护你和子安的性命，千万守好。陛下要不要去金銮殿坐坐？将心事都封存，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修改一丝。皇帝高云振病死，太子高子安不幸感染豪寒病死。按大庆律法，英王高玉将顺位继承皇位。高玉，你敢？阿朱，这只是一个孩子，我们以后也会有的。等本王封你为皇后，你生的孩子依旧是太子，以后也会是皇帝。不会有别的孩子了，只有这一个。当年为你皇兄找解药时难产，伤了根本，此生我都只会有这一个孩子。先帝和你皇兄的毒，是你下的吧？那是他们该死，他们所有人都该死。所以，我再也不能生育，也是拜你所赐。让子安登基，你当摄政王，权力什么的我们都可以不要，他也可以此生不生一个孩子。你让他活着好不好？本王要的可不仅是皇位这么简单，想让他登基，你得从了本王。别在这里，别让陛下看着。走吧，小皇帝，走吧。你要是敢拒绝，本王就杀了他。你下一句是不是还要说，要是继续拒绝就杀了我？不会，本王会把你绑起来，直到你同意为止。阿朱，你终于属于我了。这是我在冷宫时被那些太监打的。真丑。阿朱，我记得你说过要亲自取他的命，所以我一直给你留着。什么狗屁太后摄政王，不过是一个蛤蟆穿金装，一个野鸡装凤凰，一对畜生。送他去见他爹。太后娘娘，皇上尚在襁褓，只怕难以决断国家大事。这江南水患的折子，太后看得懂吗？是啊，后宫不得干政，太后还是保重凤体，将政务交由内阁吧。放肆！太后乃天子生母，一国之母，
尔等竟敢在大殿之上公然倾没，是当本王这个摄政王死了吗？臣不敢！摄政王息怒。太后娘娘，江南水患一事，臣以为可拨调户部库营赈灾，再派钦差前往督办。至于这等大不敬之臣，当罚俸半年，以儆效尤。摄政王所言极是，就依摄政王的意思办吧。高玉似乎发现我只要多拿到一些权力，就会对他的脸色好一些，于是主动让了不少权给我。虽然说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职位和官员，但总归是在昭告众人，我不是一个可以让人轻视的后宫女子。太后娘娘，摄政王，国库空虚，若此时拨大笔银两去边关，春耕的农具和种子就没了着落啊！边关将士苦寒，若断了军饷，恐生哗变。这点小事也来烦？两位大人莫急，哀家记得《大清律农桑篇》有云：荒年当开一仓以济春耕。边关军饷不可断，但可削减京中各部30%冗费，补足边关。至于春耕，命地方富户暂借2种，却后以盐引作为补偿。太后娘娘睿智，此法两全其美，臣等茅塞顿开。太后圣明，臣这就去办。他什么时候懂这些了？那些老东西，现在居然第一个想到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摄政王觉得哀家刚才的处置可有不妥？阿朱聪慧过人，本王自叹不如。夫子当年讲过的枯燥课程，如今却成了我立足朝堂的刀剑。阿战，你看到了吗？这段时日，多谢摄政王在朝堂上为哀家让步铺路，这杯酒算是哀家谢你的。阿朱，你看，我们今天都穿着红衣，就像是新婚的夫妻，不如我们来喝交杯酒。既然交杯酒都喝了，那我们就拜堂吧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入洞房喽！我早就猜到了。阿朱，滚开！拿下！为什么不让我把最后一场梦做完？因为你也是这样，让我最快乐的时光戛然而止。上药吧。你想让我和他们用一样的方法去死？不，在找到是什么东西导致阿赞中毒之后，我就开始寻找解毒之法了。但很可惜，解毒的方法没找出来，倒是不小心找到了一个可以让人生不如死，却始终能吊着一条命的药。秦明月的话虽然不中听，但有一句他说对了，我们两个都是阴沟里的老鼠，穿上了锦衣，外表再光鲜亮丽，也阻止不了内心的安散。我们太像了，所以我很清楚，想扳倒你，就绝不可能让你再有一丝翻身的机会。因为但凡有一点机会，你都会和我一样拼命抓住，不顾一切的往上爬。所以高云振死的那天，你倒在我怀里哭，全都是在做戏利用我。我承认，做戏怎么样，利用你又怎么样？你太子先帝，这皇城里的哪一个人没有利用过我？怎么，现在轮到我做主，轮到我利用你了，你就觉得不畅快了？不是不畅快，简直太畅快了！你既然有虎符，还有高云天早就准备好的暗卫傍身，当初为什么不一刀杀了我？你反而委身于我这么长时间。阿朱，你是不是对我多少也有些私情？高叶，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我就算杀了你，这朝堂上也有大把大把的人不认可我，倒不如留着你，让你在前面先把那些反对我的刺都铲干净了，我再安稳上位。再说了，我本就声名狼藉，
尽人皆知。对你，既然有利用的价值，那就利用的彻底些。能用1-2次美色换堂堂英王在前朝为我冲锋陷阵，这笔买卖谁算都是划算的吧。阿战、老皇帝、高义，他们教会我的权谋，足以让我在朝堂翻云覆雨。我这一生有过爱恨，也曾拥有过一瞬爱情，只是现在全消失不在。曾经我是漂泊的浮萍，直到握住权力，浮萍上岸，终于长成了不可动摇的参山大树。母后，儿臣有不懂的地方。子安怎么了？太傅教了这句“春风若有莲花意，可否许我再少年”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是，如果春风真的怜惜我，能不能让我重新回到少年时？那如果回到少年时，母后会做什么呀？如果真的能回到少年时，母后会抱一抱那个时候的自己，告诉他向前去走吧，别怕。既然每条路都凶险，那就努力向前走去，命运总归会给你一个答案。